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全球效率第一的新加坡，居然也有修不快的地铁，4公里，3个站，从2017年开工，到2026年7月12日才正式载客通车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新加坡政府是不是这次真的掉链子了？但你先别急着下结论。这3个站分别叫 Keppel、Cantonment 和 Prince Edward Road， 它们是新加坡地铁环线最后3站。通车之后，才真正把 Harbour Front 和 Marina Bay 连起来，让新加坡地铁环线从一个没有闭合的 C 变成真正完整的 O。LTA 确认 CCL6 会在2026年7月12日投入载客服务，并完成环线闭合。表面上看，这是3个站拖了8年，更准确地说，从2017年到2026年前后接近9年。问题来了，新加坡不是最讲效率吗？为什么短短4公里要花这么久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。这不是新加坡基建能力弱，而是这3个站刚好修在新加坡最难下刀的地方。地上是高架桥、车流、商业楼宇、CBD 边缘和历史古迹；地下是旧基础、管线、隧道和正在运行的城市系统。所以这期我们不只看地铁，我们要看的是新加坡基建真正的实力。不是把城市挖得最快，而是在城市不停摆的情况下，把最难的地下工程做完。如果你只看地图，会觉得这件事很简单。新加坡地铁环线只差最后一小段，补上 Keppel、Cantonment、Prince Edward Road 这3个站，不就闭环了吗？但真正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这4公里不是修在郊区空地上，也不是修在一块可以随便围起来的荒地里。它穿过的是新加坡南部最敏感、最值钱、最拥挤的一段城市空间。一边是 Harbour Front 和 Keppel， 一边是 Tanjong Pagar、Shenton Way、Marina Bay。这里有港口记忆，有 CBD 边缘，有未来南部滨水区，也有新加坡未来几十年城市更新最重要的棋盘。所以这3个站的意义，远远不是多几个出入口。环线闭合之后，新加坡地铁环线会变成真正的环状系统，乘客从南部、西部、滨海湾和市中心之间移动，会多出新的路径。LTA 也提到，为了应对 CCL6 开通后预计增加的客流，已经采购23列新列车，并从2026年4月起陆续投入服务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修的不是一段孤立地铁，它是在给未来南部新加坡重新布线。真正厉害的国家能力，不是今天哪里堵就明天补哪里，而是10年后哪里会住人，哪里会办公，哪里会变成新商业区，今天就先把交通骨架埋进去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基建看起来慢，因为它不是单纯追求快，而是把安全、商业、交通、土地价值、历史保护和未来开发一起放进同一道题里算。第一个难点在 Keppel。这里最夸张的地方是地铁隧道要从 Keppel Viaduct 下面穿过去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上面是高架桥，车辆每天正常通行，下面却要挖地铁隧道，而且隧道刚好会碰到原本支撑高架桥的基础结构。很多城市遇到这种情况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封路、绕道、拆掉重来，或者让公众忍受长期交通混乱。但这里是新加坡。新加坡基建的逻辑不是我施工，所以你忍着。它更像是城市继续运转，工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完成。LTA 披露 ，Cantonment 和 Keppel 之间的隧道需要从现有 Keppel Viaduct 下方穿过。为了给新铁路隧道让路，工程团队安装新的微型桩来支撑高架桥结构，替换掉必须被切除的3根 board piles， 并布置接近100个监测仪器。再是公器坚持续监控高架桥安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就是在桥还承受车流的时候，地下工程团队要先帮它建立一套新的支撑系统，再小心翼翼移除挡在隧道路径上的旧支撑。这不是普通挖隧道，这是给一座还在工作的高架桥做地下换骨手术。地面上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感觉，车照样开，路照样走，城市照样赚钱。但在地底下，工程师每一步都要算成奖、算受力、算风险。这就是新加坡基建最典型的能力，
可以慢，但不能乱；可以花时间，但不能让城市为工程大面积停摆。第二个难点是 Cantonment， 这一站最有故事感，因为它不是单纯面对交通难题，而是直接撞上了新加坡的历史。Cantonment 站要和前丹戎巴葛火车站整合，这个地方不是普通旧建筑，而是新加坡的重要历史地标。如果按照粗暴的基建逻辑，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拆掉、清空、重新盖。但新加坡没有这么做。为了建设 Cantonment MRT Station， 前丹戎巴葛火车站的部分月台雨棚结构被拆卸、保存、修复之后再恢复到原位。这些雨棚结构被切成63个面板，每个面板约60吨，经过多年储存后，再重新运回原来的位置组装。一座城市为了修地铁，不是把历史让路，而是把历史拆成可以保存的模块，编号、存放、保护，然后等地下工程完成，再把它拼回去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值得吗？为一座旧火车站，为几段雨棚，为一些旧时代的城市记忆，花这么多时间和成本，值得吗？这正是新加坡基建和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地方。它不是只算工程账，也算城市信用账。一个城市如果今天可以为了速度随便牺牲古迹，明天也可能为了效率随便牺牲资产和规则。反过来，一个城市愿意用更高技术、更长周期去保护历史，传递出来的是另一种信号：这里的资产是受尊重的，这里的规划是可预期的，这里的长期价值不是随便被推翻的。所以 Cantonment 难的不是挖多深，难的是在现代交通和历史保护之间找到一个都不轻易牺牲的解法。第三个难点在 Prince Edward Road， 这里靠近 Shenton Way、Marina Bay 和 CBD 边缘，地面上是道路、办公楼、商业设施和密集人流，地下也不空，管线、基础结构、既有设施早就把空间分得很碎。新加坡最稀缺的不是钱，而是空间。很多大国修基建可以向外摊开，可以绕一大圈，可以在大片土地上重新规划，但新加坡不行。弹丸小岛，每一寸土地都有用途，每一段地下空间也都有成本。所以在这里修地铁，不是问能不能挖，而是问怎么挖才不会影响上面的城市。相关工程资料提到，CCL6 施工要穿越仍在使用的车辆高架桥、住宅和商业物业、供水与污水设施以及国家古迹。这句话背后其实就是新加坡基建的难度。它不是在一个单一工程现场里解决问题，而是在一座活着的城市里解决问题。路不能随便封，楼不能随便震，管线不能随便断，商业不能长期停，地铁系统也不能冒险接入新段。所以你看到的是4公里3个站，工程师看到的是一张密密麻麻的限制清单，每一个限制都会让工程变慢，但每一个限制被处理好，又会让城市运行更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基建不能只用速度评价。土地越小，基建越不能粗暴；空间越贵，施工越要精密。真正的能力不是把机器开进去一路推平，而是在几乎没有多余空间的地方，仍然把新系统安全塞进去。还有一个很多人误解的地方，他们以为地铁隧道打通就差不多可以开通了，其实不是。LTA 在2022年宣布 CCL6 隧道工程完成时，同时提到，当时 CCL6 整体图检工程进度大约只有 55%。这句话非常关键，也就是说，隧道贯通不是终点，甚至还不是最后冲刺，而只是中长。后面还有车站结构、轨道、电力、信号、通信、通风、消防、安全测试，还有最麻烦的一点，它要接入一条已经运营多年的新加坡地铁环线。这就像给一台正在高速运行的机器加装新零件。如果这3个站是孤立线路，问题还简单一点，但它们一旦接入环线，影响的就不只是3个站，而是整条 Circle Line 的运行安全。SMRT 在2025年说明，为配合 CCL6 开通， Circle Line 新德中核监控系统已经完成安装。这个系统负责监控和管理电力供应、通信和车站设施，而安装工作持续了6年。所以你会发现
时间不是只花在挖上，大量时间花在看不见的系统整合上。乘客不会关心后台监控系统长什么样，也不会关心电力、通信、信号怎么互相配合。乘客只关心一件事：车来了能不能上，车开了安不安全，每天运行稳不稳。成熟的基建最重要的不是剪彩那天多漂亮，而是开通之后每天高频运行时不出事。新加坡基建慢在这里，也强在这里。他宁愿把风险提前消化在通车前，也不愿把问题留给乘客。所以现在再回头看这个问题，全球效率第一的新加坡真的掉链子了吗？如果你只看数字，4公里、3个站、8年，确实慢。但如果你看它到底做了什么，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条普通地铁延伸线。它在高架桥下面换支撑，在国家古迹下面建车站，在 CBD 边缘挤地下空间，在既有地铁系统里接入新段，还要让交通、商业、历史、资产和未来开发尽量不被牺牲。这才是新加坡基建真正的实力，不是快到让人惊叹，而是稳到让人放心。不是把城市停下来修工程，而是在城市继续运转的时候，把未来几十年的交通骨架悄悄装进去。环线最后3站开通之后，新加坡地铁环线真正闭合。它连接的不只是 Harbour Front 和 Marina Bay， 也是再把 Keppel、Tanjong Pagar、CBD 边缘和未来南部滨水区放进同一个更高效的城市循环里。你看到的是8年才修完3个站，新加坡看到的是未来30年的城市骨架必须一次修对。这就是为什么看懂环线最后3站，才懂新加坡基建真正的实力。你觉得新加坡这种慢但稳的基建方式值得吗？如果是你，更愿意要快速通车，还是愿意等久一点，换来更低扰动、更高安全和更长远的城市规划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视频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